今天咱们聊个品牌恩怨，中国凉茶品牌加多宝和王老吉。历时多年，这场万众瞩目的品牌官司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，广州医药集团和香港弘道集团对王老吉凉茶的包装均做出贡献，可以共享权益。王老吉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道光8年，也就是1828年，比可口可乐的诞生还早了50多年。王老吉凉茶创始人叫王泽邦，老家广东鹤山，小名叫阿吉。王泽邦被后人尊称为凉茶始祖，他家是农民出身，以种地为生。可是广东属于南方，湿度大，蚊虫多，因为这些环境条件会产生一些传染病，就叫瘴气。王泽邦怕传染到自己家，带着媳妇孩子就准备上山躲灾，途中遇到一个道士，被传授了一个药方，王泽邦就用这个方子煮药喝，发现效果不错之后，他带着药方下山，帮老百姓治病。大伙一喝，瞬间病就好了。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王泽邦的凉茶就被称作阿吉凉茶，并且很快名声大振。后来王泽邦跟他几个儿子不断研究，又加了10几味草药，做成了一个独家配方，在家门口支个棚子摆摊，卖大碗茶，生意非常火爆，远近出名。清道光8年，王泽邦全家搬到广州，在13行靖远街开设了王老吉凉茶店。顺带提一嘴，13行是康熙年间由清政府批准一个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地方，也叫洋行。在当年，很多国家都跟13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。王泽邦的凉茶因为疗效好、价格便宜、饮用方便、适用面广等优点，一开业就风靡全广州。1840年，王泽邦放弃原来的散装模式，开始卖袋装凉茶。王老吉名扬四海，跟一个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，他就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。林则徐老家在福建，后来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，派到广东。刚到广东，林则徐水土不服，又拉又吐又感冒。手下那帮小弟打听到13行有个凉茶不错，买完一喝真就好了。林则徐派人送了一个大铜壶，铜壶上面刻着3个大金字王老吉。从这时候开始，王泽邦就以王老吉这个名作为他公司的名号了，直接立个牌匾就叫王老吉了。清道光年间，王泽邦研制了一个新的凉茶配方，不仅可以解暑，还帮乡亲们躲过了天花、疫症等灾难。从此名声大振，被道光皇帝召入皇宫当太医，被封为太医院院令。王泽邦孙子辈时，王老吉凉茶已经风靡全世界，有中国人的地方了。1870年，孙子中有个叫王玉衡的，把生意做到了香港，这就埋下了加多宝跟王老吉品牌纠纷的导火索。到1949年建国之后，王老吉凉茶分为2支，一支被收购归国有，后来这个公司更名为阳城药业，隶属于广药集团；另一支就是王老吉的孙子王玉衡，在香港叫香港王老吉国际，主要经营范围是香港以及全世界海外业务，一直是相安无事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那怎么后来又打官司呢？这个事是东莞的一个叫陈宏道商人挑起来的。陈宏道在广东跟香港两地做贸易，1995年他从香港王老吉后人那里把配方给买来了，就是红冠王老吉配方。但是香港这个王氏后人只有香港本地跟海外的商标使用权，中国大陆王老吉的商标使用权在广药，所以陈宏道不能在大陆卖王老吉，于是他找到广药谈合作。1995年，广药集团将王老吉品牌以20年的租期租借给了香港加多宝。1997年，双方进一步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，约定加多宝可以生产红色包装，而且有独家使用权。到了2000年，广药与弘道集团再次签订合同，将王老吉商标的租赁期限约定至2010年。2002年至2003年间，弘道集团与广药又签署了补充协议，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20年。弘道集团还是很专业的，为了王老吉凉茶的发展，在香港开了个新公司，叫香港加多宝股份公司，使用的配方是香港这边祖传的，跟大陆的配方没关系。加多宝很快就开始在内地开工厂，广药的王老吉从这时候开始，也借着加多宝集团的广告开始风生水起。2002年之前，王老吉凉茶只在广东、浙江和福建一带销售，属于区域品牌，一年的销售额1个亿左右。陈宏道为了把业务做大，找了广东的成美公司，对王老吉进行重新定位。咱们看广告词，怕上火喝王老吉，说它是预防上火的饮料，这个定位非常精准，这句词也瞬间火遍全国各地。
红冠王老吉自此之后连续4年高速增长，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超过可口可乐，一年的销售额接近90亿。王老吉的最大成功是产品品类的准确定位。凉茶是饮料，它不是药，我们简单分析下原因。首先，做产品得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了解客户特征，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。当时加多宝做了调研，发现当时的老百姓特别喜欢吃油腻的东西，而且因为经济发展迅速，夜生活丰富，很多人晚上娱乐完还要吃一顿夜宵，加上生活工作压力大，就特别容易上火。所以这些人都是潜在客户，希望提前可以预防。于是加多宝公司为了迎合客户需求，就把这个怕上火喝王老吉来作为定位。虽然这句广告语只有7个字，但通俗易懂又印象深刻。同时对王老吉历史的广泛宣传，增加了消费者信任度。加上广告中火锅半夜看球吃油炸食品、烧烤这些画面，让你一身临其境就能想到王老吉。其次，加多宝分析了竞争者。中国境内饮料4大主流碳酸水茶果汁，在大众饮料市场，王老吉的对手是非常强劲的，可口可乐、农夫山泉、统一和汇源。王老吉从口味、价格、品牌影响力上都没法跟这几个品牌比。再从专业角度看，药饮市场有黄振龙、宝芝林这种职业品牌，已经有颗粒冲剂产品。从表面看，王老吉没有任何可乘之机。经过反复研究分析，加多宝认为王老吉只有作为特殊功能性饮料，消费者才会买单，就像红牛。这个定位一方面保留了降火功效，同时又让人理解它不是药，可以经常喝。借着加多宝的大力宣传，2005年广药集团顺势推出了绿色盒装王老吉，加上之前罐装的，这时候市场上有了2种王老吉。到了2007年，以北京、浙江、福建为根据地，王老吉凉茶总销量突破50亿人民币。在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，王老吉已经超越可口可乐、红牛，成为2007年全国罐装饮料销量冠军。2008年出了个大事，汶川大地震，央视5月18日开了一个慈善晚会来进行募捐，王老吉现场直播捐了1亿人民币，瞬间让王老吉名声大振，全国各大超市瞬间清仓，最终奠定了中国饮料品牌领导地位。这1亿捐款也让王老吉当年销售额突破120亿，比2007年多了30亿。2010年玉树地震，加多宝集团又捐了1.1亿。这2件事也让大家看清，虽然它是个广告策略，但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。当加多宝红冠王老吉年销量突破160亿的时候，广药绿和王老吉从一开始年销量几千万，到巅峰期也不到20亿。王老吉商标是广药集团租给加多宝的，没想到自家孩子寄养别人家，名利双收，广药集团就眼馋了。从2008年开始，加多宝跟广药就在商标使用年限上开始拉扯。之前提到过，按照合同约定和补充协议，红道集团可以一直使用王老吉商标到2020年。但是2004年，当时跟加多宝签合同的广药集团总经理李一鸣被查出收了加多宝300万港币的贿赂。2005年，李一鸣被判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，红冠王老吉的销售额从2亿飙升到160亿，商标使用费仅仅是500万左右。广药集团认为加多宝通过非法手段贿赂，致使王老吉商标被严重减租。加多宝反驳说，王老吉卖得好跟商标没关系，是他们对产品进行包装和推广的功劳。2010年，广药集团在中国知识产权高峰论坛对外宣布，旗下王老吉品牌市场价值1080亿人民币，是当时中国评估价值最高的品牌，同时发布了大健康计划，而加多宝集团却被置之门外。2011年11月，广药宣布在全球招募新伙伴，共享王老吉品牌，并且将王老吉品牌从这个凉茶转向药酒、化妆品、保健品、食品、运动器械多个领域。这个消息发出之后，加多宝马上斥责这些计划缺乏商业伦理，因为王老吉到现在一直是加多宝经营的，而这个大健康计划打乱品牌定位，这个是加多宝无法接受的。2012年，广药集团发布公告，中国经贸仲裁委员会已经仲裁，广药与加多宝签署的合同无效，加多宝必须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，这也标志着旷日持久中国商标第一案拉开帷幕。这场斗争从表面看，广药收回王老吉商标大获全胜，但它在红冠王老吉的生产经营和品牌运营方面差太多了。
2011年，加多宝开始去王老吉化，在皇冠包装加上非常大的加多宝3个字，而且从2012年3月开始，电视广告也从怕上火喝王老吉，改成正宗凉茶加多宝出品。光是2012年4月1个月的广告费，加多宝就用了4亿。为了快速与王老吉划清界限并树立自己的品牌，2012年5月28日，广药集团开发布会，宣布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公司开业。从此，王老吉的品牌产品开始涉及保健品、食品、化妆品等。5年内目标是年营业额300亿。广药的经营思路是把王老吉进行品牌和产品的延伸。聊聊我对品牌价值高低的理解。首先就是产品品类越少，品牌价值越高。最典型的就是可口可乐和宝洁，其次是市场占有率和渠道掌控能力。最典型的是大众。加多宝之所以成功，不仅仅是广告宣传，它的产品定位、生产渠道都做得很好，可以说加多宝完虐广药。咱先说渠道方面，加多宝市场渠道分了5级，分别是特大城市、省会及沿海发达城市。地级是县镇乡村，就算是最小的乡村级别，加多宝也让终端覆盖率达到90%以上，是当时唯一能和可口可乐比肩的产品。再说产能，广药集团想找一年产好几百亿罐的厂家，几乎没有，所以他不得不自己建厂，买的建厂设备、人员都是投资，还需要团队去管理。而加多宝当时在中国有50家生产商，100多条生产线。2017年3月，中国食品工商协会发布了一则关于饮料的调研报告，金冠加多宝的市场占有率52.6%，如果算上红冠占有率70.7%。官司虽然打完了，但是更大的挑战在后面。从2014年开始，饮料行业陆续走下坡路，一方面是世界一流品牌的挤兑，一方面是新品牌新品类的推陈出新，他俩还能不能再创辉煌，真的不好说。在我看来，这场品牌争夺恩怨，两边都是输家。如果加多宝一开始就创立个新品牌，或者多给点品牌使用费，如果广药可以虚心学习，暗度陈仓，或许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。我自己更看好加多宝国际化的运营和营销团队，加上国际化的思维。你们觉得呢？我们评论区见。